今天我们转到隋唐时期的建筑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隋唐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建筑史，因为它决定了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形态或者这些特征，是吧？那么都是在隋唐这个时期已经发展成熟。隋唐之后，是吧？再有一些变化和完善。隋唐不仅仅是对建筑史来说很重要，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都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习俗，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这样的一个时期。这是一幅这个隋唐时期的中国的地图，可以看到它和周边的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隋是一个很短暂的朝代，它是从公元581到618这样的一个时期，只有短短的38年。但是隋跟秦很像，虽然它的时间很短，但是它的能量极大，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深刻。那么隋朝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以来长达大概将近300年，28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战乱和分裂。隋文帝统一了中国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第一件事儿，休养生息，他自己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比如说，他的衣服都比较短，衣服旧了破了，是吧？他还是补一补。他的这种带头示范的作用，给民众有一种休养生息、恢复的机会。因为经历了将近300年的战乱，那么他的这种努力是有效。他在官制上也进行了改革，比如说9品18班，把原来的那种什么3公制度啊什么，实际上他在这个时期他都做了改革。那么它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的法律体系，那么这些呢，就成为以后中国社会长期沿用的一些法律的基本的框架。它实际上还开始了一些，就是从年轻的学子当中来选择优秀人才进入他的朝廷，也就是说，开始我们说的后来的科举制度，从他这儿开始。那么另外呢，隋是一个很重视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朝代，他认为农业是根本，所以休养生息也好，或者一些政策都是扶植农业，或者对工商业者是采取一个比较压制的态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就是从事这些手工艺啊、商人啊，就是永远不能被选进朝廷来做官。那么隋代在工艺技术上面有很大的发展，比如说造船。那么隋能造很大的军舰，当时说这个军舰上能容800名战士，那么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战舰。另外，他们还能做一些这种可以移动的组合的这些建筑，比如说它有一个叫官封行殿，说上面可以容卫士数百人，然后它可以分成几块，是吧？几个单元，然后推着跑，然后到拼到一块，是吧？变成一个完整的建筑，可以这样。那么还曾经造6合城，就是它的城也是组装的。到一个要打仗的地方，扎下阵脚以后，然后它可以很快的时间把这个城拼合起来。这都是隋的工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雕版印刷。是这个时期开始的。那么也就是说，像很多的著作，或者佛经，或者什么这些文件，可以通过雕版印刷的方式广泛的流传。那么这个也是隋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了。还有隋有一些大的营建活动，比如说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的2个重要的都城，一个是大兴城，一个是洛阳城，就是后来的长安和洛阳这2个城市，那么都是隋代重新规划、恢复的大的都城。那么它还开河渠、开运河，这样呢，
南方的物产可以通过运河就运到隋的都城，特别是洛阳。比如说洛阳有一个很重要的仓，我们后来考古发现韩家仓，发现的时候里头还有大量已经碳化了的粮食在仓里头。开凿运河，还有修筑驰道，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修路、修高速路啊，修这些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那么也是当时隋朝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么再有就是筑长城，那么隋朝修筑长城也是它的一个大的建设项目。所以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38年的时间，但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那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修运河，那么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所谓京杭大运河。那么当年隋炀帝就是从运河下去，是吧，到扬州，然后最后在扬州突然发现，由于他的这种大兴土木，人又很残暴，然后这个天下就反了。他发现他已经统治政权不稳定了，然后就在扬州想不走了，结果被他的卫士杀死在扬州，最后王朝覆灭。隋代从公元581年到公元618年，共38年。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隋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官制的改革、法律的定制、重农轻商的政策。隋代的工艺技术高度发达，并开展了许多大型的营建活动，包括开河渠、开驰道、筑长城、建新都、营宫室。那么唐朝呢，共经历了289年，就是公元618到907。那么特别是其中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129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唐朝的极盛时期。这样的一个极盛时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对于世界史来说有深刻影响的一个大帝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比如说他们采取的一些制度，像这个均田制，那么他对土地所有权进行调整，让农民能够获得一定的土地。然后皇帝表示自己非常重视农业，比如说唐玄宗的时候，他自己在自己的宫廷里头弄出一块地来，他自己种麦子，来表示他对于农业的重视。那么水利建设他们一直没有停啊。我们今天讲西湖，西湖有苏堤有白堤，那么这白堤呢就是白居易那个时候修的啊，就是唐朝的时候修的。由于它的这种疏浚河道，然后整理河湖水系，导致了这个地区啊农业生产的发展。白堤原称白沙堤，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有诗云：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说的就是这条堤，后人为纪念白居易，称为白堤。那么我们讲了，这个时代打破了魏晋以来的这种门阀制度，就是原来都是大家族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权。那么这个时期呢，开始所谓科举制度，开始考试，然后任用庶族。普通的一般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年轻人孩子们也可以来考试，是吧？当然那时候可能考试的人有的年纪很大，但是没关系，反正就是这些家庭出身并不是豪门的人，他可以参加考试，然后可以通过考试来获得功名，来加入到政府机构当中去。另外还有就是宗教的发展。那么大家知道老子叫李耳，这个唐朝也姓李，上了以后他就觉得，哎，那是我们的元祖，他就要跟这个一个名人发生关系，然后就说，老子是我们的元祖。那么所以道教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当时这个甚至要求啊，说让这个每人家必须有一本这个老子的这本书啊，必须要有，这是每家都必备的。而且那个科举考试还要考老子，这就影响很深远了，是吧？影响很深刻。那么再有就是佛教，
隋唐时期也是我们历史上佛教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前面提到过是吧？有一次叫会昌灭法，会昌灭法之前，他们对这个佛寺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当时统计的结果大概是大的寺院有4600处，小的有4万处。僧尼呢一共有26.5万人，这个数量是非常大，非常巨大。那么，所以当时他们就下决心要把这些庙都毁了，把这些僧尼都赶回家去啊，让他们还俗。那么，这个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资源，更不要说他没收的这个寺院的土地等等。那么，这次会昌期间，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那个时期以前的佛教建筑保留的数量就会很少很少。那么，其他宗教在这个时期，在隋唐这个时期也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说景教啊、摩尼教啊、回教啊等等。那么在艺术方面，这是一个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著名的书法家，今天提起来，好像都仍然是我们这个学习书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吧。比如说像褚遂良啊、颜真卿啊、怀素啊、张旭啊等等等等这些人。然后张旭讲说他写字是吧，是从看人挑担，他得到一种什么感觉啊？这字的结构怎么样？然后看到这个公孙大娘舞剑，然后他就说这个字应该神形俱备是吧？怎么样表现那个神气？就是那个时期的这个书法艺术也在一个蓬勃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当然绘画，比如说绘画，我们可以在这个时期我们把绘画分成2派，一派是北宗的这个所谓青绿山水工笔，还有一个是南宗的这个写意文人画，都开始发展起来。那么这个对当时的整个的艺术发展是有巨大影响。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些民间的画匠，比如说吴道子，吴代当风，然后他跟他对应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大家如果对石窟寺有兴趣，你研究那个佛教造像的时候啊，特别是石窟寺造像的时候，那么南北朝的时候，比如说他的那些佛像的衣纹是紧贴身体的啊，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那就是过去说，那个时代有一个画家叫曹仲达，然后他画的佛像都是那样啊，叫曹衣出水。那么原来是紧贴在身上的这种样子，那么现在到了吴道子的时候就已经飘逸起来。那么我们从现在我们发现的或者我们找到的一些唐代的文物啊，这个时代的文物，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风貌。比如说任俑非常丰满、非常健康、繁荣盛世的富态，在这些哪怕是一个仕女的像，都得到了反映。那么这个时期的这个工艺作品的水平很高，当然这里头还有很多隋唐时期对外的这种交流，大量的什么西亚的、欧洲的一些工艺品、艺术品是吧？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时代的这种贸易也好、交流也好，开始传入到中原地区啊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艺术品，这都是在西安发现的。那么即便我们今天看起来这些东西都极为精美，这个时代佛教的发展出了一批高僧啊，这批高僧呢开宗立派，建立了很多新的这个佛教当中的流派。那么这些流派对于佛教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么包括这些流派后来经过这个佛教的传播是吧？后来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到了日本，甚至很多宗派在那儿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把佛教从中国传到了其他的地区。那我们另外呢，从这个时期的佛教的造像，也会发现它和南北朝时期的造像就很不一样。南北朝时期的造像，你会发现它多少还有异域啊，就是这个外国人的这种痕迹啊。比如说，我们看云冈的那些造像，它表情很抽象，然后鼻子直直的，像那个希腊的早期的雕像。当然跟印度的雕像发生一些融合之后的那种形态，但是到了唐朝的时候就非常本地化啊，就开始生动起来，就开始那个面上的表情开始丰富起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雕像的这个包括它的身体的形态，那么都是这个时代很富有特征的样子。
那么这些特征实际上反映了这个时候的那种文化的蓬勃发展，包括那种充满了力量和张力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东西，开始在唐代的艺术表现当中频繁地表现出来。我们还有留下了一些彩塑，丰富的彩，当然敦煌保留了很多的彩塑。那么即使我们在出土的一些墓葬里头还有一些彩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通过这些色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用色上、用颜色上都喜欢用非常鲜艳的颜色。那么它的装束也是这样，就是一个很特定的时代风格，包括它的马都很肥硕。在他们的那些壁画当中也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比如说像马球这样一些运动在唐代非常流行。那么唐朝是一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地区文化的一个核心，那么四方的使臣都会来到长安这个地方，来跟这个唐朝的皇帝来发生一些联系。那么在我们很多的这些壁画当中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壁画也有唐代的当时的这个军队啊、卫队啊等等这些形象。这些材料其实我们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了解唐代的一个社会风貌。唐代从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共经历了289年。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129年，是唐代的极盛时期。唐代采取了均田制，使农民获得一定的土地。唐代水利工程相当发达，是促进当时农业生产高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代完善了科举制度，以考试取士，任用庶族。在唐朝，包括道教、佛教、景教、回教、摩尼教、仙教在内的许多宗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代是一个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书法、绘画等艺术方面都涌现出了许多大家。那么当我们把建筑放回到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放回到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当中来认识它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更容易地认识到他们建筑的这些特征。